你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开年回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，同事张张他就失眠了，第二天迟到了2个小时，顶着黑眼圈来上班。午休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会失眠，他说北京家里的床好像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只要晚上躺上去就会忍不住胡思乱想。一开始想5月份房子到期了，是续租这个便宜的房子，还是搬一个环境更好的。然后想到工作，今年能不能升职，如果等不到升职的话，要不要换一份工作。最后又想到30岁能否结婚，结婚要定居哪里。事情越想越多，心情越来越焦虑，最后负面情绪占领高地，驱散了所有困意。然后数着时间，等着天亮。可是焦虑并不会在天亮之后就关上阀门，反而会换一种形式，随时袭击你。我刷短视频的时候，看到有人住着千万豪宅，想到自己连租房都不能整租，于是开始焦虑。看朋友圈的时候，发现又一个老同学领证结婚，而自己还没有好好谈一场恋爱，也开始焦虑。以为合租的室友和自己一样穷，结果过完年回来听说人家已经在老家买了房，于是开始焦虑。以为坐在隔壁的同事跟自己一样，靠一个人在北京打拼，可是转头发现人家在公司有关系，于是开始焦虑。焦虑时刻都在发生，我们控制不住，好像无论怎么活都找不到那个最优解。同龄人之间的攀比裹挟着我们的选择，慌乱中我们忘记了自己的目的地到底在哪里。我时常会感慨，如今信息太发达，网络世界上的人人人年薪100万，海外留学，穿名牌，住豪宅，别人光鲜亮丽的生活看得多了，回头再看自己，好像无论如何对比都显得黯然失色。过年在家的时候，我看老照片，80年代末的时候，我妈他们姐弟3个人在公园里拍照，穿着我姥姥手工缝制的衣服，不好看也不时尚。我随口说，我说你们那个时候真好，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，没有攀比和嫉妒，每个人都很开心。我妈白了我一眼说，8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做生意了，你表姨她90年代的时候就去香港旅行了，不是大家都淳朴，是咱家过着淳朴的生活。9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邻居就嫁了一个在沙特阿拉伯做生意的人，跟着去迪拜那边生活，贫富差距一直存在，攀比和嫉妒是人之常情。我恍然醒悟，那个去香港旅行的有钱表姨一直都有钱，那个嫁到迪拜的邻居阿姨我也听说过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听我妈讲过羡慕他们，或者觉得自己过得不如人家好。于是我问她，你不羡慕他们吗？我妈说，拉倒吧，我可不想嫁到那么老远的地方，啥亲人都没有，守着你姥姥姥爷，我可开心了。然后我妈安慰我说，孩子，你不能一直和别人比，你现在已经比我20多岁的时候好太多了，不要一整天的焦虑，我对你的人生已经很满意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同龄人之间的比较和比较之后的落差，它一直存在着，
不是我们这代人才有的困境，只是有些人把焦虑化作了动力，从而让自己变成了更好的人。有些人像我妈一样，选择无视那些差距，不把别人的生活当作自己的目标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节奏，我们不必陷在我离他们太远的焦虑当中。他人的成功固然很好，但却要想清楚，那份好是否是你想要的。与其花时间去羡慕别人的生活，给自己制造不如别人过得好的焦虑，不如花点心思想想，你到底想要怎样的人生？你不需要向每一个成功人士看齐，你只需要走在自己人生的步伐里。你们只是同龄人，但你们未必是同路人。不要轻易被别人的生活节奏带着跑，在你爸妈的眼里，努力积极的你其实已经很好了。最近我看到了一条微博热搜，说月收入5000以下占总人口的 95%。 我不知道这条消息会不会让焦虑的你有一丝疏解。其实大多数人都过着很普通的生活，其实你没有被落下，其实你过得还不错。加油，祝你开心平安。